如果只能选择一个而放弃其他，你会选哪个？是保持自由，至少可以不受限制的去探索世界，去自在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是保持掌控，至少可以参与进人或事的管理中，让他们按照该有的样子来；还是保持正确，无论如何，我都能看到我选择的正确性，我不后悔我的决定，我从一而终的贯彻自己；亦或是保持安全，至少确保一切在预期之中，避开所有可能的伤害。可以暂停思考一下你的答案，完善的记录下来。比如，自由是一个很大的范围，那到底什么样的自由是你最想要的？你可以写得很具体也没关系，像是如果能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去哪儿玩就去哪儿玩，那我觉得可以为此放弃其他的一切。也可以，欢迎发在评论区。我们经常听见洁癖啊、异装癖啊、恋物癖啊，甚至叉癖啊等等。癖通常指的是我们对它是如此的依恋、喜欢，生活中离不开它。而在人格类型的书籍中，有盘点每个人格最容易陷入的癖。书里的用词是 fixation， 也就是每个人格因为习惯和认同的心理过程不同，会更容易陷入不同的执念，对某种状态产生异常的依恋。大家千万不要把癖和焦虑混淆。因为你陷入焦虑时，你感觉到痛苦，你想要逃离；而你陷入某种癖中时，你感觉停不下来，不肯放手，甚至很多时候打心底里认为，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它，它就是你陷入最深最深的舒适区。如果你已经想好了你的答案，那咱们就进入解读环节了。如果结果让你意外啊，一方面可以多多思考自己的人格和偏好，另一方面也不一定是你人格错了。也可能是你的经历、你的环境促成了你这方面的缺失，导致了过度补偿。自由 freedom 大概率是 EP 类型人格最为依恋的，甚至到了 P 的程度。对他们而言，他们最理所当然、最主导、最偏好的是外情感知的过程。说的通俗点，就是和外界去互动啊，无论是想法层面的互动，还是身体层面的互动，都是去探索更广阔的世界，去不受限制的去感知信息。但是人在世界上并不是真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我们在学校里得规规矩矩上课，工作了得老老实实听领导的安排。很多时候不仅在身体上，哪怕在思想上、感受上、精神上都会被限制。我们会被告知你不可以这么想，你不能这么感受。这种限制往往会让 EP 类型的人格抓狂，到一定程度就容易陷入执念之中。其中 ESTP 最容易陷入的是对行动自由的执念，想要拥有对自己身体的完全主权。这和他们偏好的 SE 与 TI 有关。SE 的偏好意味他们去渴望真真实实、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去用立刻行动的方式去体验世界。而 TI 的偏好意味着他们更在乎我能不能做某事，而不是我想不想做，更在乎我是不是能够真正挥如臂使的使用我的身体。我的身体就好像一台机器，我对它的结构构造掌握得非常清晰，是否有这个权利和能力。同样是 SE 主导的 ESFP 最容易陷入的是去自由享受自己、做自己喜欢事情的执念。因为对 FI 的偏好，让他们更加执着于不能对不起自己，尤其是自己的感受和自己的好恶。而 ENTP 最容易陷入的是可以不顾社会压力去思考、去产生想法的自由。因为 NE 偏好意味着他们更在乎想法层面的互动和探索。也许剥夺身体行动的自由很痛苦，但是剥夺想法的自由，剥夺去发现新信息的权利，更容易让他们感到崩溃和绝望。再加上对于 TI 的偏好，让他们在乎的是思考的独立性，不希望被那些东西限制了自己有价值的观点，特别是不希望被社会压力的缘故而被压制。同样是 NE 主导的 ENFP 最容易陷入的是不受限制的表达自己、表现自己的执念。他们偏好 FI， 意味着他们和 ESFP 一样，希望在各种意义上能够对得起自己，但自然不可以辜负自己的创意、幽默、想法、能力。但是和喜欢 SE 的 ESFP 不同，喜欢 NE 的他们相对更在乎的是和外界想法的交流碰撞，所以表达的通畅往往会更加的重要。掌控 management 则是大概率是 EJ 类型人格最为依恋、最容易陷入其中的。他们都是外倾判断功能主导的人格，这意味着他们更喜欢也更理所应当的去遵循一套在外界通用的标准，行事为人。他们往往非常相信自己知道一件事该怎么做成、怎么安排才能取得最好的结果。
所以也容易产生对于他人的不信任，不放心别人，总觉得哎呀，别人来掌舵不如我自己来得好。其中 ESFJ 最容易陷入的是管控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执念，他们最偏好 FE， 这意味着他们不由自主、理所当然的会去关注他人的感受、愿望、看法，在乎整个集体是什么样的，整个集体想要什么，自己在集体的位置又是什么。同时结合他们对 SI 的偏好，意味着他们对于一般这种关系在整个文化里应该是什么样的，更加心中有数，知道怎么样做才更加符合社交常识。同样是 FE 偏好的 ENFJ 最容易陷入的则是管控他人情感体验的执念。这其实很有意思，因为 ENFJ 虽然也是 FE 主导的人格，但他们偏好的是 NI 而不是 SI， 这意味着他们更自然的去关注个人的视角，进行视角的切换，而不是去看怎么样更符合常识中建立关系该做的事情。所以他人视角下，他人到底在经历什么样的感受体验就非常重要了，特别是情感层面的体验。而 ESTJ 最容易陷入的是管控日程计划的执念。TE 的偏好意味着他们不由自主、理所当然的去在乎目标该怎么实现，用什么方式才是最优解。结合 SI 的偏好，让他们更在乎细节步骤上的实现，所以他们当然会更执着于对详细计划、详细安排的管控。毕竟细节决定成败。同样，偏好 TE 的 ENTJ 因为偏好的是 NI 而不是 SI， 容易陷入的执念也会有细微的差别。更容易陷入的是对管控资源的执念，因为 NI 相比 SI 更关注相对遥远的蓝图，章程细节也许也很重要，也是很优秀的确保事情完成的方式。但是如果每个资源都放在最好的地方，按照他们各自的轨迹发展，不需要那么明确细致的安排，也一样可以优秀的实现目标。正确 rightness 大概率是 IP 类型的人格最为依恋、最陷入的。他们都是内倾判断功能主导的人格，这意味着他们理所当然、自然而然的喜欢根据自己主观的个人的标准行事为人。在中文的语境下，个人听起来总是很容易和自私或者不客观绑定，但实际上，当一个人根据个人的标准去做决策的时候，往往意味着他们愿意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上完全的责任。这让 IP 类型的人格格外讨厌的就是我做错了。你想哦，我完全根据我自己的判断去做的这个决定，然后错了。那这错的不仅仅是一件事，而是我这个人。这里很容易有的误会是，认为他们执迷于正确是在说他们看不到自己的错误。不是这样的，他们更容易出现的情况是，他们能看到自己的错误，但是迫切的希望别人也看到他们认为对的部分，不承认的不是我错了，而是我完全错了。其中 ISFP 最容易陷入的是确保自己无可指摘、不被指责的执念。他们最偏好的是 FI， 这意味着他们理所当然、自然而然的去遵循本心行事为人。某种意义上，他们不表达则已，一表达都不能违背自己的本心，违背自己的真实感受。当然，本心是好是坏，还是因人而异的。结合他们偏好的 SE， 他们当然会更在乎及时互动一些，更在乎实际上自己会遭遇什么。这个对比 INFP 会有细微的差异。INFP 最容易陷入的是确保自己在道德上是对的执念。因为 INFP 偏好的 NE 会更容易关注想法概念层面的内容，而不像 SE 那样关注实际会遭遇什么。所以哪怕实际上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我做的是现实情况可以接受的事情，但是 INFP 容易想得更多，会去延伸事情的含义和意义，一直到更高的精神层面。更高不代表更好，但一定代表更可折磨自己。而 ISTP 最容易陷入的是确保自己是胜任的，是有能力有实力的执念。ISTP 最偏好的是 TI， 这意味着他们理所当然的倾向于去依赖自己个人，去做正确的、符合逻辑的决策。结合他们偏好的 SE， 他们更在乎的是我实际上能不能做成某事，实际上我知不知道我该怎么行动、怎么操作。所以他们会格外在乎自己是不是有能力，是不是有技能，可以不用依赖别人，独立完成一件事情。同样是 TI 主导的 INTP 最容易陷入的是自己在逻辑上是正确的执念，这和 ISFP 与 INFP 的对比有些类似。因为 NE 比 SE 更在乎概念层面的互动与交流，所以 ISTP 比 INTP 会更在乎我实际上能不能靠自己做，而 INTP 比 ISTP 更在乎我在理论与思想的层面上是否自洽，没有那么需要它呼应当下现实的行动。我们身处地球，但是可以畅想万物。最后，安全大概率是 IJ 类型的人格最难放下的执念。
他们都是内情感知功能主导的人格，会自然而然理所当然的把一切都纳入感知中。因为当一个人向内去感知的时候，他感知的不是外界正在发生的信息，而是所有信息的积累。你要去处理外界正在发生的信息，需要的是自由，不去限制你，让你可以随着外界信息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如果你要处理所有信息的积累呢，那你需要的是安全，安全再安全，不会被触碰，不可能出错的安全。所以对很多 I 这一类型的人格而言，每走一步都像是在如履薄冰，因为一点小失误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其中 ISFJ 最容易陷入的是确保自己免于面临冲突的执念。SI 主导的他们本身就理所当然的不断积累生活经验与经历，根据经过时间检验的那些方法方式来指导自己的生活。结合他们偏好的 FE， 人际关系可能是他们最为在意，但是自己感受到最控制不了的东西。所以他们往往会竭尽所能的把一切威胁关系的东西扼杀在萌芽之中，确保关系不至于走到脱离他们经验，让他们毫无准备的地步。而 ISTJ 最容易陷入的是确保自己免于情感的影响的执念，因为他们偏好的是 TE， 相比于偏好 FE 的 ISFJ， 这意味着 ISTJ 更容易关注那些相对更加可量化的目标实现与达成，这时候个人的情感就显得尤为拖累。比如，如果你是机器，你具备做这件事的功率功能，那你去做就行。但你要是有情感，你可能不乐意，或者你可能受伤、痛苦、无聊，这让本身很安全的计划就开始变得不可预期，是 ISTJ 竭力避免的。INFJ 最容易陷入的，则是确保自己免于他人痛苦的执念。他们的主导功能是 NI， 这在前面也提过和 SI 的不同。NI 去感知的并不是那些通过时间或者文化积累下来的具体信息，而更像是一种原视角。通过想象不同的视角，切换着去感知这个视角下会看到什么。所以尽管 INFJ 和 ISFJ 一样，都很关注 FE， 关注外部的社群关系、人际关系、集体他人的感受、大家的愿望，但是在现实层面发生冲突对 INFJ 来说并不是最大的不安，更破坏他们安全的是去体会到他人的痛苦，这会让他们质疑自己人生的方向，质疑自己所选取的看待世界的视角，是否真的会前往他们想要的，能够去建立起和谐关系的方向。同样是 NI 主导的 INTJ 最容易陷入的是确保自己免于被外界控制的执念。他们偏好 TE， 这意味着他们希望自己是资源的管理者、掌控者。但是不同于 ENTJ 在乎的是我可以参与进管理中，我不至于无能为力，我是掌舵者，我能带来改变和影响。而 INTJ 更在乎的是安全，为了安全，我仅仅是能带来改变和影响不够，我要确保的是我前进的方向在任何时候都是对的，是不会被动摇的。那我要确保任何时候都是我在控制，而不是我跟着外界改变，而不是我要去和外界交涉，而不是我需要去接收外界的影响。说的通俗一点，就是 ENTJ 可能能接受很多变数，只要变数可控，因为他们要的是管控管理。而 INTJ 要的是200%的安全妥当，没有变数，外界说了不算，我说了算你虽然你有权利管理，这很好，但是我更希望的是，我不需要动用我管理的权利，只要这个计划在一开始就是正确的就行。这其实也是所有 EJ 和 IJ 的最大的区别。我不知道点出每个人格最容易陷入的 P 或者说是舒适区，能不能给你的自我觉察带来一点点的帮助。如果你真的看完了全文，你会发现人格类型它真的不是一个你去根据某种公式来叠加出来得到结果的。我们要结合很多实际的内容去看，在现实中一个人格更容易陷入什么样的困境。无论你是对号入座，然后真的感觉感同身受，还是说你其实在其他人格的描述中找到了认同，亦或是你觉得还是太抽象了，还是有点迷惑，那这个你可以看一下往期对单个功能的介绍都没关系。只要它能带给你一份思考或者感悟，我觉得就是值得的。因为人格类型它最为强调 MBTI 这个理论最希望给我们带来的是平衡，平衡好你的本我与现实，平衡好你的自己与外界，平衡好理智与情感。但是历来中庸之道最是无人问津，
越是强调平衡，视频也会越无聊，因为要平衡就得接受复杂性，就得费脑子、费心力，就得去理解16人格并非16个标签，而是16种视角、16个参考。所以我很多视频都会停留在平衡的第一阶段，也就是接纳。你要平衡好本我与现实，那至少先看见、接纳、认同自己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对这个能一定程度反映本我的4个字母有一定的认同感。但我真的不希望大家停在这一步，这是我们人格成长的婴儿阶段，你诞生了很好，但是能长大的话会更好。下期我会更新一期接着这个视频，结合每个人格容易陷入的癖或者舒适区，给每个人格的建议或者说寄语吧，毕竟我也是个区区凡人，不可能比你更了解自己的人生。这里刷刷，咱们下期再见，拜拜。